吴老星都畏惧的觉醒能力，能够掌控世界的终极力量。大家好，我是 Joe。 海贼王1037话又挖了好几个大坑，本周的漫画分析就从那个最大悬念被篡改名字的恶魔果实开始。吴老星代表世界最高权力，他们关注的果实必然是能影响到世界局势。有些人认为是手术果实，有些人认为是雌雌果实，也有人认为是橡胶果实，甚至还有人认为相主其实也是吃了果实的能力者。抛开各种臆想，我们就从尾田留下的线索来找到答案。首先，从对话来看，吴老星认为罗宾应该已经被抓住，这明显不是真实情况，说明虽然 CP0 一直在汇报战况，但他们之间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同步，是有延迟的。所以可以判断，吴老星关于那个觉醒能力的讨论，应该是基于之前 CP0 已经看到并且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像相主这种突发情况就不在讨论之中。其次，吴老星对这颗果实觉醒的结果十分惊讶，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里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作为世界权力中心，所知道的真相比海军元帅更多。这种反应只能说明，那个能力一旦觉醒，必定会动摇世界的根基。为了不让世人知道这颗果实的真正价值，他们给这颗果实换了个名字，来掩盖它真正的能力用途。所以这颗果实的实际作用，必定与它的名字大相径庭。最后，吴老星对话意思是想借大妈与凯多战争的混乱，除掉那个人，意味着目标并不是大妈和凯多。总结一下就是3个点：一、明确已经觉醒；二、有重大作用；三、名字与能力差距很大。基于以上3点，我们再来看目前鬼岛上出现的几个恶魔果实。首先是橡胶果实。鬼岛决战阶段，路飞都是在屋顶与凯多对决，他们的战斗通过目视者的情报传到楼下，但在1026话时，两人的霸王色碰撞已经将躲在屋顶的目视者震晕。换言之，目前在屋顶上只有凯多和路飞知道战况， CP0 无法看到路飞使用能力。此外，路飞觉醒霸王色长肉后，一直在使用2档、3档进行战斗，连4档都没有使用。漫画中也没有明确提到果实觉醒，尾田很可能是打算安排霸王色加4档作为路飞对决凯多的终极手段。即便不考虑橡胶果实觉醒后的效果，这个能力本身与它的名字高度相符，并没有偏差，所以橡胶果实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虽然有些小伙伴认为世界政府曾经安排福制服这样的战力护送橡胶果实，足以证明这颗果实很重要，但仔细想想就有很多疑点。天龙人原本就在世界各地搜刮天上金和各种奇珍异宝，他们甚至会给奴隶喂下恶魔果实以此作乐。而作为天龙人的鹰犬，这些宝贝自然是由 CP 护送到圣地，橡胶果实也许只是他们押送过的其中一颗而已。被红发抢走后，吴老星既没有派出大批战力去追杀红发海贼团，也没有直接将福之服处死，这就从侧面说明橡胶果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再来看雌雌果实，基德和罗在对抗大妈时，两个人都展现了觉醒能力。此时的战场在大宴会厅内，而边上就是 CP0 所在的阁楼，所以战况他们是一清二楚的。雌雌果实觉醒后，能够将自身的磁力赋予其他事物，使其拥有吸引金属的强大实力，那效果就像隔壁村的地爆天星，即便是大妈这种怪物级别的角色，也难以抵抗物理定律，直接被钢铁洪流活埋。可以看出，雌雌果实无论觉醒前后，它的效果都没有跳出磁力的范畴。磁力在海贼王的世界中有着十分特殊的作用，伟大航路的岛屿之间就凭借看不见的磁力连接在一起。记录指针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存储磁力来指明下一座岛屿的航向。伟大航路就是由7条磁力所引导的7条航路组成，它们最终都指向拉夫德鲁，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想引导世人去寻找大海终极宝藏一样。目前为止，尾田还没有交代过伟大航路形成的原因，这就让基德的雌雌果实充满了想象空间。也许数百年前，上一任雌雌果实能力者偶然间觉醒了能力，用这股力量赋予了岛屿磁力，并将它们用磁力联系到一起，造就了伟大航路。当然，这种想法过于天马行空。基德仅仅是使用一次磁力赋予，就消耗了大量体力，难以想象以人类的力量如何塑造这么庞大的航路。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比如基德能够通过感知磁力来找到前往拉夫德鲁的航线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找到拉夫德鲁的必要条件是凑齐4块路标历史正文，这是尾田自己定下的核心设定，所以也别想超捷径，否则之前的许多剧情就会产生矛盾。即便基德能够使用磁力感知航向，也顶多是找到岛属第2座岛屿，也就是罗杰他们到过的水线星岛。这种能力的价值对吴老星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顺带一提，草帽一伙目前已经找到2块路标，遥遥领先其他超新星，但路飞很可能会把路标分享给罗和基德，因为在818话时，路飞就对悄悄抵达拉夫德鲁这种事十分不情愿，他想击败其他强者，堂堂正正找到1Piece。总的来说，基德的雌雌果实不符合吴老星的3个条件，可以排除。最后来看手术果实，罗的手术果实觉醒后，目前展现的效果是能够发动名为 Clone 的强力穿透，大妈原本无法突破的防御也能够轻易击穿，但这种穿透并不会直接造成伤害，而是像一种空间转移，能让罗的冲击在敌人体内任何位置爆裂。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叫手术果实的能力使用时却更像是空间操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一下手术果实初登场时的剧情。当时克拉松为了医治罗身上的跛仙病，想夺取手术果实。他认为这颗果实的能力足以医治好任何疾病，却又强调它并不是魔法，需要足够的医学知识才能发挥。后来克拉松身负重伤，罗吃下果实，两手对着伤口使劲呼喊，却无法产生效果，再次印证了克拉松的说法。但这就跟恶魔果实的设定十分矛盾了。一般来说，吃下恶魔果实后，使用者就自然而然地获得能力，并根据能力的特点来命名这颗果实。如果手术果实吃下的瞬间不能使能力者马上发动手术，为什么要叫它手术果实呢？手术果实也成为目前为止唯一一颗需要依赖额外的学识才能发动的能力。迪埃斯·巴雷鲁斯曾经评价手术果实，历史上曾经有吃过这个能力之后施行奇迹手术，犹如传说一般的医生。然而前提也是必须由医生吃下，是不是越看越觉得奇怪？从官方补充的特拉法尔加罗小说来看，罗手术使用能力是将自己的肝脏取出，然后去掉了其中的跛仙毒素，治愈了自己。手术果实在这里的作用其实是起到了空间位置交换的效果。从他后来战斗时使用的招式来看，压根跟手术没什么关系，倒不如说可以进行手术只是这颗果实能力的一种。就像大妈可以用灵魂果实制造火焰和闪电，但我们不会把它称为烧烧果实或者响雷果实，因为能力的核心是灵魂，而手术果实的能力核心其实是空间和生命。有人故意想从名字上限制世人对这个能力的认知。那么手术果实真正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早在漫画761话，多弗朗明哥就说出了这个能力最有价值的两个用途：一是人格医治，二即是赋予他人永恒生命的不老手术。后者更是直接关系到藏在圣地玛丽乔亚的天龙人国宝，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能掌握世界的实权。那么如果这个国宝需要永恒的寿命才能操纵，是不是意味着这股力量会大量消耗生命呢？消耗生命的设定在海贼王的世界里十分罕见，但几次出现都伴随着强大的力量。路飞刚开始使用二档时就被称为会影响寿命的招式。大妈的魂魂果实能够通过吞噬自己的寿命，使自己的身体巨大化。霍迪琼斯和他的同伴吃下了名为 ES 的凶药，获得了远超一般愚人的强大的力量，但代价是会快速消耗寿命。在药效消失后，最终会变成一名年老体衰的人。而神秘的世界之王伊姆首次登场即是在一片生意盎然的花之间，这是不是在暗示伊姆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呢？如果他就和我们之前猜测的那样，是数百年前通过不老手术获得永恒生命的人，那他就成为可以运用天龙人国宝的唯一一人，获得难以想象的力量。手术果实的能力者在施展不老手术后就会死亡，意味着手术果实将会重生。如果未来被其他人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就会直接威胁到伊姆的统治。所以对世界政府而言，既不能让人知道这个国宝的存在，也不能让人知道手术果实的真正价值。由于无法抹杀知道国宝秘密的多弗朗明哥，最后只能选择与他合作。而对于能够开启国宝力量的手术果实，世界政府不惜开出51倍里的天价，比4皇的赏金还要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场交易被战国称为最高秘密，并不是公开的，说明乌老星既十分迫切的想要得到手术果实，又不想引起世人对这颗果实的注意。试想，如果人们知道这颗果实价值51倍里，必然会对这个能力充满兴趣，秘密也许就会被知晓。从当时海军的行动来看，连交易对象迪埃斯·巴雷鲁斯都是他们想要清除的目标。分析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手术果实的形状，是不是有新的理解呢？红心代表着生命，手术果实真正的名字应该是生命果实，是一种能够在特定空间内支配一切生命和物体的能力。手术不过是它在医学方面的用途。换言之，伊姆的力量也许是通过消耗生命，在更大范围内操控生命和事物。这种掌控正好与地质一族代表的自由意志冲突，注定有一场宿命对决。回到1037话，如果不老手术就是手术果实的最高境界，也许正是需要能力觉醒后才能施展，所以吴老星会如此紧张，因为时机已经成熟。特拉法尔加罗之所以能成为七武海，除了实力以外，也许吴老星还想要将这股力量保护起来，确保不会被其他势力染指。而当罗与身为地质一族的路飞结盟后，吴老星马上察觉到了威胁，这股力量如果被地质一族利用，结果将不可估量。但吴老星又不敢直接剥夺罗的七武海称号，还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所以对罗的处理是待定。现在手术果实已经觉醒，只有将它抹杀才是最安全的做法。但如果由 CP0 直接出手，将会显得十分可疑。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凯多和比格曼的战场里将他暗杀。那么罗最后会因为不老手术而死吗？他自己曾经说过，如果非要有人牺牲，那在作战计划失败也罢。这是罗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尾田对生命的态度。通过消耗生命去掌控世界，原本就是一种十分邪恶的做法。被抹去的空白100年，也许正是发生了某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成为世界政府必须清除的污点。如果路飞最终找到 One Piece， 用自由重塑这个世界，那么代表掌控力量的那个国宝就不需要存在了。路飞也许会像捏碎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那样，一拳将国宝击碎，再也没有人能够掌控世界。自由的意志传遍大海，而罗坎可的命运也能画上句号，不再需要为那个力量而牺牲了。1037话末尾，就在吴老星们讨论那颗果实时，向主出现了。他的到来会与空白100年和古代兵器有关吗？